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分享一个面粉的新做法，全程无技巧、无难度，做法简单又好吃。下面开始制作。首先，盆中倒入普通面粉300克，加入3克的酵母，10克白糖促进发酵，打入4颗鸡蛋。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搅成没有过多干粉的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儿。这个面要多揉一会儿，揉成这种中度软硬的面团儿。盖上盖子，发酵至2倍大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糖油酥。碗中放入普通面粉80克，加入50克白糖、30克椰蓉、50克玉米油、10克蜂蜜，搅拌均匀。准备一个保鲜袋，把拌好的糖油酥放在保鲜袋中。然后用擀面杖给它擀平，擀成一个大片儿。把这个油酥擀均匀，擀成薄片状。不均匀的地方用刮板刮一下，然后折叠起来，冷冻保存10分钟。案板撒少许的干粉。取出醒发好的面团儿，多搓揉几下，排干净面团里面的气体。揉好的面团整理一下，按压扁，擀成长方形的大薄面片儿。擀成这样的大面片儿，取出我们做好的油酥，把4个边给它剪去，揭去保鲜膜，然后两边的面片向中间对折，按压排出里面的气体。上下两边再往中间对折，剂口朝下，再次擀开，擀成大片状。擀成这样长方形的片状，两边再往中间折叠，形成一个长条形的面片。剂口朝下，再用擀面杖擀宽一些，然后用刀切成1厘米多的宽条。取过一个面条，搓长，然后2只手上下上劲，打一个结，这样一个果子的生坯就做好了。生坯就全部做好了，开始下锅炸。油温5成热，下入生坯，
记住全程一定要开中火慢炸，防止一下炸糊。炸至生坯飘起，我们给它翻面。记住全程一定要中火慢炸，全程要不断的翻面。大约需要3-4分钟的时间，炸至两边都呈这样的金黄色，即可控油捞出。小果子就全部出锅了。家人们，这样做的果子看一下，颜值不但高，而且味道特别佳。表皮酥酥脆脆，内里绵软香甜，要多好吃有多好吃。就连厨房小白也一次能成功。家人们，如果喜欢就动手试做吧。我是海娟，感谢您的一路陪伴，我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海娟美食。快过年了，您那里炸麻花吗？看一下，今天海娟做了2斤面的麻花，蓬松暄软，做法简单。盆中打入2颗鸡蛋，鸡蛋的重量大约1颗是60克左右，加入3克的盐，增加面的筋性，60克的白糖。注意啊，这酵母粉一定是耐高糖的酵母，不然它醒发不了。5克。蜂蜜20到30克左右。温牛奶150克，如果温牛奶换成水，水要加到140克就可以。搅拌均匀，一定要多搅拌一会儿，让这个白糖完全的化开。搅至均匀以后，加入面粉1斤。这个面粉最好是中高筋的面粉，4到5克的无铝泡打粉。这个无铝泡打粉要和面粉混合一下，然后搅拌，搅成面絮状，加入30克的玉米油或者是黄油，下手揉成团。揉成团以后，直接移到案板上，然后从一头向另一头给它推拉揉搓，重复这个动作。一定要多搓一会儿，搓到什么程度呢？你怎么搓，这个面中间也不会断裂了。大概需要5-6分钟的时间即可，不需要搓的时间太长，好好搓5-6分钟肯定可以了。如果说这一步你用低筋面粉，筋性不够高，它就出不来这个膜，然后搓条的时候它就容易断裂。揉好以后，我们看一下。撕开看一下，这个面特别的有筋性，厚厚的一层膜，不需要太薄，这样不容易扯断就可以了。揉好的面团直接搓成长条状，切分成均等的面剂子。切好的面剂子，我们给它稍微揉一揉，让它更加均匀，然后再搓成长条。做好的面剂子，案板上少抹一点油。然后表面也给它抹一点油，记住啊，这个油千万不要太多了。盖上保鲜膜，醒面10到15分钟。10分钟以后，我们拿出2条醒制好的面剂子，先从中间搓一下，然后双手带面往两头均匀的搓细，搓这剂条长度大约在70厘米左右，不要搓得太短。太短了以后，搓出来的麻花是短粗胖，炸制的时候不好炸熟。然后我们2手向不同的方向给它上劲儿，上满劲儿以后叠在一起放在一边，另一条同样搓开，搓开以后双手向着两边匀劲儿搓长搓细。第2根面条搓好了，记住和第1根搓的方向一致。然后拿起第1根搓好的面条，2头掐死，抻长，松手。然后面条自动上劲，随着它上劲的方向，继续给它上满劲儿。看一下这个劲儿上均匀了，然后右手搭到1/3处，左手从这个空隙里给它穿过来，穿过来以后给它竖起来，然后松手。看一下这麻花自动上劲，稍微给它整理一下。搓制好的麻花同样盖上保鲜膜。醒至1.5倍大，这个时间的长短要根据屋内的温度来决定。
经过半个小时的醒发，看一下这麻花明显变粗变大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看一下油温，油温基本达到4、5成热，不要特别高。然后我们把火候开到中小火，放入醒制好的麻花。麻花放入以后，千万不要着急翻动它，始终保持中小火慢炸。炸至麻花的底部上色了，翻面。记住啊，这个炸麻花的火候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开大火炸，大火炸表皮糊了，内里还熟不透，颜色不好看，还不均匀。另一边变色，再次翻面，就这种反复翻面。大约炸至3、4分钟左右的时间，看这两麻花表面都呈这种红亮色，就可以控油出锅了。这个麻花刚出锅，表面是微微酥脆的，放上一会儿就变得特别的软。看一下它的暄软程度，里面都是白色的，一点都不吸油。喜欢海娟美食的，别忘了给我点个关注哟。今天海娟给大家分享一个自制汤圆，个个圆溜溜，有彩色的，有白色的，看一下。在家制作也非常的简单。首先我们准备馅料的部分，熟的黑芝麻80克。熟的白芝麻15克，花生米15克，白糖50克，这个根据自己的口感来，可多可少。然后把所有的食材研磨碎。打至细腻的馅料放在大碗中，加上少许的炼乳，20克黄油，再加入20克的猪油，给它混合均匀。混合好以后，放入冰箱冷藏15分钟。接下来盆中放入水磨糯米粉300克，用刚刚离火的开水200克，边倒边搅拌。这个水的量可加到200到210克左右。搅匀以后，下手揉成团儿。它看着干，一会儿揉起来就不干了。这个面团刚揉的时候看着面干。看一下，揉起来一点都不干。我们手上给它沾一点猪油，反复揣碟，这样不容易粘手。最后看一下这个面团的状态啊，提起面团来回拉扯，它不容易断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看一下这黑芝麻馅儿凝固了，微微凝固的状态即可。然后咱们给它团成小球，一个小球大约8克。面垫上撒一点糯米粉，然后把面团放上来，给它搓长，一个面剂大约13到15克左右。然后把每个面剂给它滚圆，团成圆形。再来做2个彩色的面团，这是一点点紫薯粉，然后给它混合均匀，来回拉扯，形成一个浅紫色的面团。然后一份白色的面剂，一份彩色的面剂。给它搓长，2个长条面剂放在一起，来回抻一下，折叠一下，然后分成2个面剂子团圆，是不是琉璃的感觉就出来了？做完面剂子，看一下这馅料已经冻得梆梆硬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拿出一份彩色的面剂子，直接压扁，中间的部位放上馅料，然后我们用虎口收拢。一边收一边转圈，一边收一边转圈。注意啊，最后这小尾巴一定要收严，然后给它压扁，放在底边。再次给它团圆，看一下，一个琉璃状的汤圆就制作完成了。我又做了几个其他颜色的，这个是绿色和白色，同样压扁，同样的手法，虎口收拢，封口处一定要收严收紧。在手心里给它团也可以，漂不漂亮？锅中提前把水烧开，水开以后下入汤圆，稍微定型，从旁边推一下，防止粘锅底。开大火煮开以后，然后我们改小火煮，煮至这元宵完全飘起来，我们再给它煮1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可以出锅了。我们煮了一部分，剩下一半放在这个元宵盒里，然后放在冰柜里给它冷冻。
明天15了再煮一部分。咬上一口，看下里边的馅料，一点不比外面买的差，而且在家制作特别有成就感，健康又卫生。喜欢的您动手试做吧，个个香甜美味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海娟美食。今天和一块面分享2种不同的千层肉饼的做法。如果您也喜欢吃肉饼，可以进来跟海娟一起做哟。首先，盆中加入普通面粉280克，加2克的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。用170毫升的常温水和面，边倒边搅，搅成这种大面絮状。加入5毫升的食用油。加食用油的目的是饼皮的口感会更加的酥脆。下手揉成团儿，简单揉几下成团儿即可，不需要过多的搓揉。盖上盖子，先醒1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准备肥瘦相间的肉馅儿300克，喜欢吃什么肉，牛肉、羊肉、猪肉都是可以的。我这是准备的猪肉。1把小葱切成葱花，这个葱要切得细一些，小心一会儿烙饼的时候戳破饼皮。放在大盘中备用。1小块姜先切片，再切成丝，最后切成细一点的末状。肉馅中放入切好的姜末，加入15克芝麻香油，15克的食用油，盐3克，白糖2克，起到提鲜的作用，白胡椒粉0.5克，鸡精2克，酱油10克，老抽5克，蚝油10克。注意啊，这个时候先不放葱花，什么时候包什么时候放葱花，那样口感才最好。如果提前放葱花，会使肉馅有一种怪味儿。然后我们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，搅拌着肉馅稍稍上劲即可。放在冰箱冷藏15分钟，包制的时候更好操作。面也醒至10分钟了，这时候我们把面再次揣匀，再次简单揉几下，把面揉光揉匀。2次醒面10分钟，经过醒制的面团特别好揉匀。然后面团揉成长条状，从中间掐开，1分2半，然后把2块面团再次揉光揉匀，接口朝下放在盆里，另一块同样揉光揉匀，同样接口朝下放在盆里，盖上盖子，再醒20分钟。烙饼之前，我们先把葱花放进肉馅中，把肉馅和葱花搅拌均匀，取出其中的一块面团，另一块盖上盖子，整理一下，直接按压扁，撒上一点干粉，擀成圆形的大薄片儿。这个饼坯尽量擀薄，擀成直径大约为30厘米左右即可。然后把我们和好的馅料从中间划开，1分为2，一张饼一半，把馅料放入饼坯中间，然后用手涂抹平整。边沿处要留下空白，饼坯的下方留下一个小三角空白处，
然后我们在这个空白处用刀划上一刀，把这空白处轻轻拉扯长，然后给它叠过来，排干净里面的气体。把边缘按压一下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折叠过来，同样排干净里面的气体，轻轻托起最后一片，然后我们给它拉长，然后折叠过来。把边缘捏紧实，防止露馅儿。另外一边同样封紧，然后我们给它翻个个儿，看看另一边，如果没封严，再次按压。做好的饼皮，我们用擀面杖从中间轻轻按压。先给它按压出去，不要一下子擀，容易擀破。按压几下，然后擀开，要匀劲儿擀开，不要一下子擀出去。然后给它翻个面，继续擀开。这个饼皮如果面型好，是不会擀破的。擀制好的饼皮放在一边儿。再继续擀第二张，第二张擀成长方形的大面皮，同样擀成直径大约为30厘米左右的面皮，放上馅料，涂抹均匀，边沿处一定要留下空白。从下方1/9处留一下空白，然后切上一刀，然后对应的上方，我们用刀拨动一下，把肉馅拨动开，留出一个空白处。下边同样拨动一下，再留一块空白处，顺着这个空白处再给它切上一刀，下边同样切上一刀，轻轻拉扯面皮，往上折叠，排出里面的空气。上方的面皮同样折叠中间，往后抻拉一下，往上叠起，上下两片同样折叠。继续抻拉，往上叠起，这个面怎么拉怎么是，如果片不够就继续抻拉，往上叠起。上方的面片同样抻拉中间，叠过来，然后给它封口，封口处一定要捏严。另一边也同样捏严，包好的饼皮按压一下，同样用擀面杖从中间轻轻按压，先上下按压，再左右按压，
匀劲儿压开，然后再轻轻推开，擀出去。力气不要太大，防止露馅儿。擀成这样稍微厚一点的面饼，明显透出馅料，这样即可。平底锅预热，刷油。这个油要比平时烙饼多刷一些。油热以后，放入饼坯，饼坯的表面也刷一层薄油，锁住里面的水分。盖上盖子，开小火慢烙，烙至4分钟，看到饼的表面鼓起，这时候我们给饼翻一个面。漂亮！盖上盖子，继续烙制4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翻面看一下。哇，另一面颜色更漂亮，烙至两边都呈这样的金黄色。看一下。按压边缘处，立刻回弹，就证明熟透了。烙这个饼全程一定要小火慢烙，防止饼皮烙糊，内里不熟。出锅，放入第2张饼，表皮抹油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烙制，同样4分钟。烙制饼的表面微微鼓起，达到4、5分钟，然后我们给它翻面。翻面以后，盖上盖子，继续烙制4到5分钟。时间到，翻面看一下。哇，两面都呈这样的金黄色，即可出锅。香喷喷的肉饼就出锅了，切开一个看一下里面。哇，表皮一切酥酥脆脆的，听到这个声音了吗？哇，好烫！看一下里面，层层有肉，层层有饼，看着有没有食欲？家人们想吃吗？如果想吃，做法也特别的简单，您可以先收藏，再关注，有时间试试吧。我是海娟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海娟美食。今天做了2种口味的果子，一个是发面的，一个是死面的。家人们猜一猜哪个是发面的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首先，我们倒入1斤的普通面粉，加入3克的小苏打，1勺奶嚼口，大约30克左右，20克黄油，白糖35克，如果喜欢吃甜的，可以放到50克。打入1颗鸡蛋，搅拌均匀。搅匀以后，加入温牛奶半斤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成面絮状，揉成面团。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，如果一次揉不光，可以醒一会儿再揉。盖上盖子，醒上半个小时。再来和一个发面的面团，同样1斤的普通面粉，加入4到5克的酵母粉，3到5克的无铝泡打粉，混合均匀。打入1颗鸡蛋，白糖也是同样的量，3到50克，30克嚼口，20克黄油。混合一下，再加入温牛奶半斤，搅成面絮，下手揉成团。同样揉成光滑面团，醒面半个小时。案板上撒点面粉防粘。取出醒发好的面团，咱们先做发面的，防止这个发面面团发大了。不用揉，直接压扁，用擀面杖擀开，擀成长方形的大片状，厚度大约1筷子头的厚度。不要太薄了擀的，然后从中间对折一下，用刀从中间划开，一分为2。
同样的手法，再对半给它划开，然后给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宽度，切成1厘米的小宽条。锅中烧油，油温达到6成热，然后放入我们切好的生坯。全程中大火炸制，下锅定型以后，用筷子立马翻动。炸制过程中，我们给它反复翻动，中大火炸这果子，里面一点都不会吸油。大约炸制2分钟左右，看一下果子全呈金黄色，立马关火，控油出锅。发面果条炸好了，我们再来操作这个死面的，同样擀开，擀成长条薄片儿，擀成这样的大片儿，同样切成4条，再切成小宽条，同样高油温下锅炸。生坯飘起的时候，我们给它立马翻动。炸这个果条的时候，火候同样中大火炸，不要太小火，太小火容易把这个果子炸硬。炸制时间大约也是2-3分钟，达到金黄色即可出锅。控油出锅。看一下，这是死面果条，表皮有这种泡泡起来，是比较酥脆的。看里面也是白白的，不吸油，咬上一口酥酥脆脆。再来看这个发面的果条，颜色要比死面的好看，果子的表面并没有小泡泡产生，里边会更加的暄软，表皮微微酥脆。喜欢吃果子不会炸的，可以按照这个配方试试哟。我是海娟，咱们明天见。